大家好，这里是穷奢极欲，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在2024年第一季的中国，投资人最关注的话题是中国本土与香港股市不断下跌的情况。回顾过去这几年，中国、香港两地股市是全世界唯二连3年都在下跌的市场。相对于其他主要市场齐涨的浪潮，中港股市不断下跌，加剧本已严重下滑的信心危机，也凸显出外资撤离的后果依然显现。屋漏偏逢连夜雨，除了股市不佳的表现，过往最令人担忧的房市，如今也亮起红灯。香港金管局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2023年第4季全港负资产高达25163宗，较前一季的11123宗暴增了超过1倍，年增也达到26%，创下自2004年第4季以来新高。涉及负资产的贷款也飙高到1313亿港元，较前一季的593亿港元，这也是 SARS 非典疫情后香港负资产量体最高的时刻。本期影片就要来聊聊中港两地股市连年下跌，加上香港负资产达空前水位，这将带来哪些影响？首先，我们要来厘清房市中负资产描述的是什么概念。这里先设想一个情境，我们1年前以1000万元购买一间房屋，并向银行申请7成贷款。当缴过头期款后，拥有这间房子，让我们背负了700万的贷款，这还没算上利息。假设我们刚开始缴贷款，没多久就遇上房市震荡，整体房价迅速暴跌，而该物件最新估值小于700万时，我们持有物件的价值已跌破银行欠款，这时就是所谓的资不抵债，而这间房也就成了负资产。而在香港，负资产的问题更被放大，这是因为港府在2019年为了鼓励小资族买房，放宽了房屋抵押贷款的限制，在新法中，总价1000万以下的物件最高可申贷到8成，800万以下的物件更可申贷到9成。虽然人们可以用更低的头期款进场，但相对来说，如果买家以9成贷款购屋，只要房价跌了1成，该物件就成了负资产。说到这里，我们就要切入下一个问题：如果还在缴贷款的房子变成负资产，会有什么后果？这里我们先以银行与申贷者的角度来讨论。在银行眼中，当抵押物件的现值少于贷款出去的金额时，这笔放款的风险就会急速拉高。这时，银行会采取什么操作，就取决于整个市场环境。如果负资产比例快速拉高，涉及债务金额高涨，就可能让银行启动通知放款，也就是要求借款人提前还款，补足其中的差额，借此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虽然看似合理，但在香港，多数情况下，银行不会大规模启动扣笼，这是因为相对于许多市场，香港房市活跃，物件的流动性高，对放款机构来说，他们风险就先减去了一大部分。这时，如果启动扣笼，借款人未能补回差价，银行就要将抵押品收回进行法拍，其中作为债权人的银行要承担不少行政成本，加上此时整体房市走低，拍卖价格不会理想，也因此，如果贸然要求购物者提前还款，很可能落得两败俱伤的后果。话虽如此，大量负资产涌现还是常有不少风险。先说其中一种糟糕后果，那就是负资产不断暴增，让放款机构集体启动扣笼，其中将有一定比例的物件遭到法拍，而低价出售的楼房将可能对整体房价带来负面效果，进一步压低市场行情，导致更多负资产浮现，如此引发成一个会自我成长的潜在风暴。当然，对于当前的香港来说，以上状况发生的几率不高，而且在实务操作上，只要业主持续按时还款，并无拖欠贷款或从事违法行为，香港银行极少会扣笼，即使有延迟还款的行为，银行也多半会多次通知与沟通，直到最后一步才会收回法拍。也因此，我们目前还不需要太过担忧香港房市负资产暴增的情况。一方面可能要归因于前几年港府新政的后续效果，毕竟拉高申贷空间就让负资产更容易出现。相对来说，市场行情少少的波动就可能让房屋背上负资产之名，但实际上的风险却没有那么高。而在这里，我们就要切入到第二个问题：中国本土与香港股市连3年下跌，这又伴随了哪些意义？回顾这2年观察家的关注重点，对于中国市场，人们往往聚焦在房地产与地方债务。我们过去也做了不少影片来介绍这些问题。毕竟房市是中国一贯的经济火车头，也是北京当局用力最重的领域。然而在当前更值得关注的还有另一个议题，那就是股市。我们前几期影片曾经聊过，不少中国财经大 V 因为说错话遭到删文屏蔽，而他们常触碰到的雷区就是亮起警灯的中国股市。时间来到2024年2月，虽然农历新年前受到北京一系列支持措施加持，加上市场监管机构的高层变动，中国股市在农历休市前迎来一波显著的涨势，缴出了2022年11月以来最强劲的单周表现。
然而，把眼光拉远，中港两地股市的不断下跌却已迈入了第3个年头。与此同时，如果放眼世界，我们会发现，与愁云惨雾的中港不同，包括美国、日本、德国等主要国家，其股市都正欢庆上涨。这告诉我们2件事：第一，如此巨大的反差，证明单就经济因素来讨论已无法解释现况，这背后的底层脉络很可能包藏了政治因素与其他层面的问题。在不少观察家眼中，当前中港股市的走势已呈现非理性的状态，相当程度脱离了经济基本面的影响。市场的不断下跌反映出投资人对前景的悲观看法，进而出现恐慌性抛售。而这就带出第2个看点，回顾2015年股灾，当时中国散户曾串联出一句口号：卖股票，买房产。为了防堵股市崩盘，中国政府当时祭出了多项严厉措施。然而与15年前相比，当时的处境可说是更加复杂。回顾过去2年，中国股市不断下跌。2022年沪市跌了 15%，2023年再跌 3.7个百分点。而在刚刚过去的兔年里，香港恒生指数1年总计下跌了 28%， 更创下农历年度有史以来最大的跌幅。根据汇丰竞信基金管理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香港股市表现不佳，背后伴随了诸多原因。除了常被拿出来讨论的经济基本面以及常态存在的企业盈利前景问题外，还有美国利率政策与地缘政治风险。有鉴于北京当局暗许中国房地产危机延烧，损害了外界对中国短期经济的信心，特别是海外投资者对中国 A 股市场的兴趣似乎正在退烧。当前的中国股市，外资正逐步撤离并快速抛售，在过去几个月里，外资已连续呈现净卖出的状态。光是2024年1月就抛售价值20亿美元的股票，而这波抛售潮更连带损害境外投资的信心。部分拥有丰富市场经验的外资已决定停止在当地的业务运作。像是新加坡对冲基金亚洲创世纪就在1月公开宣布，因为无法理解中国政府在政策制定时的不一致，因而关闭旗下的宏观基金。虽然近几年股房表现不佳，但外界当前更关注的还是中港股市是否触底，或何时才会触底。针对以上问题，目前外界没有统一的主流看法。部分分析师认为，中国股市终于在农历新年前后正式触底，但也有许多观察家持反对看法。毕竟，大多数外国投资者并不预期中国经济能在短期内复苏。至于要如何让市场行情回归经济基本面来运作，就有待北京当局的决策。总结来说，香港房市负资产的问题，虽然在几率上有可能导致银行进行扣笼，在最糟的情况下，可能加剧房价下滑的趋势。但从网利与实务上来看，上述风险实现的几率很低。这背后的原因更是非常复杂。如何处理好地方债务与房屋市场的危机，同时促进国内股市触底反弹，就成了北京当局的当务之急。好了，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FB 与 IG。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